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聊聊比特币到底接下来会怎么走。我们会从一些你可能没想过的宏观角度，一路看到加密货币交易里那些刺激又危险的世界，把影响比特币未来的各种讯号、趋势还有陷阱一次看个清楚。OK， 直接来看这个大问题。比特币价格冲到117000美元，很多人心里一定在嘀咕：现在上车还来得及吗？我是不是错过最好的时机了？先别这么快下结论哦，因为有几个非常有趣的讯号告诉我们，这出大戏可能才正要开始呢。好，要搞懂比特币的潜力在哪，我们得先跳出来，把镜头拉得远远的。先来看看现在整个传统金融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你会发现，各国政府好像都被逼到墙角，不得不做一个会影响我们所有人的决定。你看这个数字，1760亿美金，这只是法国一年的政府赤字哦，远远超过欧盟规定的3% 上限。但重点是，这不是只有法国才这样，这就像个缩影，告诉我们全世界的政府债务问题都快要 hold 不住了。那欠这么多钱怎么办？加密货币界的大佬 Arthur Hayes 就讲白了，要解决债务问题，他们就只能印更多的钞票，没别的招了。听起来很无奈，对吧？但对政府来说，这就是最快、最简单的短期解方。所以你看，这就形成了一个循环，而且几乎是躲不掉的。第一步，政府欠了一屁股债；第二步，央行只好疯狂印钞票来补这个洞；第三步呢，就是我们手上的钱，不管是美金还是欧元，越来越薄。那第四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，就是那些聪明钱为了不让自己的财富缩水，就会开始寻找出路。跑到哪里去？就是像比特币这种供给量是固定的、没办法乱印的资产里。所以我们第一部分看到现在，最重要的 take away 是什么？就是这个数字。你看，全世界还有 95% 的人，他们的钱还放在传统的会一直贬值的货币里。你想想看，这代表什么？这代表这场从纸钞到硬资产的财富大迁徙，其实搞不好才刚热身而已。OK， 刚刚讲是大环境的顺风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，这不只是纸上谈兵哦。那些我们说的聪明钱，也就是那些超级大的金融机构，他们已经开始用真金白银来投票了。就拿日本这家叫 Meta Planet 的投资公司来说，他们最近才刚出手，买了超过5200颗比特币，花了6亿美金，这可不是小数目。这种大手笔的买入，本身就是一个超强的讯号，代表这些大机构的信心越来越足了。而且你看，买完这次，他们手上已经有超过3万颗比特币了。但更猛的是他们的野心，他们的目标是在2027年前要买到21万颗，也就是全世界比特币总量的1%。你想象一下，如果今天有家公司宣布他要买下全世界1%的黄金，那会是多大的头条新闻啊！不过更有趣的是，流进来的可不只是钱。有句老话说，钱是跟着人跑的，尤其是跟着最顶尖的人才跑。现在这些人才也开始往这个领域移动了。你看哦，像是之前在白宫当加密货币顾问的 Bo Hines， 他现在跳槽到 Tether 了。这件事背后的意义是什么？就是当这种在体制内最懂政策风向的高层都愿意跑来加密货币公司，这就代表他们这些圈内人看到了我们还没看到的未来。他们相信这个产业真正的大爆发还没来呢。好，看完了长远的大趋势，我们现在把镜头拉回来 ，zoom in 到每天都在跳动的短期市场。这些 K 线图到底想跟我们说什么？从盘面上来看，整个市场的动能还不错。你看，比特币、以太币、爱达币过去24小时都往上走。尤其要注意的是，比特币它现在正在挑战118000美元这个很关键的压力点。如果能站稳冲过去，那后面可能就海阔天空了。但是短期市场真的很像一个绞肉机。你看这个数据，如果比特币往下跌到10.7万，就会有80亿美金做多的人被爆仓。反过来，如果涨到11.9万，也有70亿美金做空的人会被假空。这就是说，市场上充满了高杠杆的赌注，一个大波动就是几十亿美金的灰飞烟灭。
所以啦，对我们大部分的普通投资人来说，去猜短期会涨还是会跌，真的跟赌博没两样，而且通常是输多赢少。其实最稳也最被证明有效的方法，就是很无聊的定期定额。你不用管它今天涨还跌，就固定时间、固定金额买进，让时间帮你把那些可怕的波动给磨平，专心上班，不要被市场的噪音影响。OK， 讲了这么多机会，我们最后一定要来看看硬币的另一面——风险。说真的，在加密世界，知道什么不能做，有时候比知道要买什么还重要。我们来看看有哪些坑要特别小心。这个故事大家可能都听过，就是麻吉大哥的例子。你看，从赚44千万美金到倒赔900万，需要多久？不到2个礼拜。这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，告诉你玩高杠杆，尤其是在那些你根本不熟的波动超大的小币上，有多么可怕。真的是一瞬间就从天堂掉到地狱。还有一个大风险，甚至跟你买卖无关，而是你的资产安不安全。你看，就连 BNB Chain 这么大的项目，他们官方的 X 账号都会被骇客入侵，然后发布钓鱼连结，要骗你的钱。你想想，连官方都会出包，我们自己是不是更应该绷紧神经？所以最后这3个保护资产的原则，真的要刻在心里。第一，最重要的资产一定要放在冷钱包，也就是离线的硬体钱包，这样骇客想偷也偷不到。第二，看到任何连结都不要马上点，尤其是要你连接钱包的，一定要再三确认。第三，前面讲过的，远离高杠杆。我们要让时间当我们的朋友，而不是让杠杆变成我们的敌人。好，说到这里，这就带出了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，也是一个值得大家深思的问题。整个市场的游戏规则正在改变，从以前散户为主，变成了现在有越来越多华尔街巨兽进场。那我们身为散户，在这场新的棋局里，又该怎么帮自己找到一个最有利的位置呢？